刚跳槽到新医院的第一天，我就遇到了情况危急的孕妇。在护士的配合下，孕妇母子平安。她拿起电话，语气得意：“喂，老公，我给你生了个儿子。”那边传来的声音熟悉的让我停下了动作。“宝宝，你可真棒！”短短几个字，把我打进无尽深渊。这声音我听了10年，就是我老公的声音。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季医生，季医生，护士的话惊醒了我。产妇问你话呢？她朝着新手妈妈那边点头示意。我看向病床，到底是年纪小，即便是刚生产完，也没有多少疲态。她担心地问：“医生，我儿子是健康的吧？”我压住内心的苦涩，轻轻点点头，目前看是没有问题的。看了看孕妇的登记手牌，梅云烟，云烟，云烟。我10年的婚姻也快如同天边的云，风中的烟，转瞬即逝了吧？得到医生的肯定答复后，他脸上扬起了激动的红晕。我老公怎么还不来呀？真是的，我跟你们说，我老公特有钱，都快40了。还没有孩子呢，这下子肯定开心死了。他说的越多，我的内心就越冷。刚一推开产房门，就看到了风尘仆仆赶来的许天琪。医生，请问梅云烟在哪里？刚才还躺在床上的孕妇娇俏地说：“老公，我在这。”我就站在旁边，虽然包裹得严严实实，但是万一他认出我了呢？本来想躲在护士身后的，结果证明我多虑了。但是许天琪的眼睛里只有孩子和梅云烟，哪里还能看到我？我冷眼瞧着他，小心翼翼地抱起了孩子，仔细端详，这孩子跟我可真像。他满脸喜悦地对梅云烟说：“宝贝，作为奖励，我已经给你买好了别墅，这是你想要的5克拉钻戒。老公，你可真好。”在灯光的折射下，钻戒的光芒刺痛了我的眼睛。他们旁若无人地交谈着，身边的护士全是羡慕的。生个孩子就给买了别墅，真有钱。老夫少妻，保不准是不是原配呢？就算是小三，那也赚了。现在很多原配过得还不如小三好呢。我再也听不下去了，转身逃回了自己的办公室，机械地脱下口罩、工作服、工作帽，呆呆地坐下，泪水毫无预兆地流了下来，越擦越多。我捂住嘴，呜呜声从指尖溢出来，哭到最后已经开始干呕了。今天没等吃饭，就开始抢救梅云烟，最后发现笑话居然是自己亲手接生了老公情人的孩子，讽刺至极。颤抖地拿起手机，准备给自己订一份外卖，却误触了紧急联系人许天琪的电话。嘟嘟嘟，我果断挂断。等到外卖来的时候，许天琪也没有给我回拨过来。他以前会以最快的速度接电话，即便是因为工作忙，也会立马回。现在他有了更爱的人了吧？没有胃口，我也努力把饭塞到嘴里。失去婚姻，我还要继续工作。等到自己累到筋疲力尽回到家，意外地发现灯还亮着。许天琪穿着围裙：“你怎么这么晚回来？我给你做了你爱吃的菜。”我站着不动，眼前的好老公形象和抱着孩子的他重合。老婆，你怎么还愣住了？是不是太累了？不如把工作辞了吧，在家享享福多好。我错过身，低头换鞋，咱们又没有孩子，我辞职在家做什么？他走上前抱住我：“那就生一个。”我的鼻子闻到了一股子奶味。作为妇产科医生，我对母乳的味道太熟悉了。我胸膛中涌起巨大的疼痛。许天琪，我为了你切除输卵管，你忘记了吗？他的身体僵硬住，随后讪讪地说：“我开玩笑的。”我冷着脸推开他：“如果没有今天下午的事，我会相信吧？大学没毕业的时候，
我们2个人都没有什么经验，我只记得那天的月光下，他看起来特别迷人。宝贝，我会对你负责的。冲动过后，试纸上的2条线让我们傻眼了。那时候临近毕业，我试探着问：不如生下来吧？许天琪脸色难看，咱们2个都没有工作，拿什么养孩子？再说了，我讨厌小孩，咱们做丁克多好。他捧着我的手，认真地说：你还要做医生的，有了孩子，你就没有精力了。那时候我还在医院实习，确实很累。纠结过后，即便是百般不舍，但还是没有要这个孩子。更是因为他说丁克，我选择了切除一边的输卵管。如果能回到过去，我一定狠狠打醒自己。蠢女人。屋子中弥漫着饭菜的香味，淡黄温暖的灯光让人沉醉。这都是我心目中家的样子。闭上了眼睛，再度睁眼，我已经坚定了。许天琪，我们离婚吧。我直接把无名指上朴素的银戒指摘下来，递给他。许天琪愣住了，随后不可置信地说：你要跟我离婚？接下来他软了软口气：我知道，我最近太忙了，忽略你的感受。你看我这么忙，一有空就给你做饭。我很想质问他，到底是担心我，还是做了错事之后的心虚补偿。我转身回房间，开始收拾行李，装进去一件，他拿出来一件。他亲我，我躲开，他要抱我，我挣扎。手机铃声打破了这场无声的拉扯。许天琪看了来电，下意识地看了我一眼。公司的事，公司的事。以前公司有事，从来没有避讳过我。你是我老婆，知道公司机密也没关系。几分钟过后，极为自然地说：公司临时有事，让我出差，你别走了。冷静冷静。又拉起我的手，把那枚戒指戴上去，轻轻亲吻了一下手背，深情地说：这枚戒指对我们来讲意义非凡，我以后再给你买钻戒。我直接把这枚戒指摔在了墙上。许天琪脸色一下子变得阴沉，我越哄你越来劲，真是对你太纵容了。伴随着戒指落在地上的清脆声音，许天琪也离开了家。我的视线随着戒指翻动，以前的记忆又开始出现。老婆，我现在没有钱，但这个是我亲手做的戒指。他的手都磨破了，确实一点也不在意，眼睛是亮晶晶的，仿佛我就是他的全世界。老婆，等我有钱了，让你住别墅，给你一个难忘的婚礼。他也确实成功了，医药领域新贵，财富自由，也做到了大部分承诺。只不过他的别墅里还有别人，我也不稀罕了。季医生，你怎么瘦得这么多？实习医生宋思义给我一杯咖啡，在旁边坐下。我摸了摸自己的脸，确实凹陷下去，但是真实原因我也不会跟别人说，找借口。我最近在减肥了。他忽然凑近，倒是吓了我一跳。季医生，你已经很完美了，不用再减肥了哦。他说话的气息轻轻吹拂在我的脸上，我有一些不自在。好在他下一秒就退后，我又要去值班了。宋思义唉声叹气地下楼，看着他不断拉长的背影，我不由自主地笑了一下，想起了自己刚实习的时候，年轻真好啊。季医生，那个梅云烟找你。护士打电话通知我，把最后一杯咖啡喝光，叹了一口气，不愿意见面，但是碍于职业道德，我必须去见小三。梅云烟虽然穿着医院的病服，但是一点也不邋遢。梅小姐，有什么不舒服的症状吗？我不会让私事影响我的工作，即便对面的这个人是我老公的小三。他没有丝毫的害羞，略带担忧地说：医生，我身材会不会松弛啊？这会影响我跟我老公体验的。你是剖腹产，影响不会很大，术后几个月内会恢复的。他这才满意地笑了，手伸到我面前：医生，你看好不好看？
我老公给我买的。我无所谓的点点头。我本来还担心剖腹产上的刀疤会吓到老公呢，但是他说。梅云烟说着说着开始笑起来。我皱着眉，梅小姐，没有什么不舒服，请出去。我这里有其他患者。他的肩膀不抖动了，扬起了一个胜利者的微笑。他说：我给他生了儿子，这是荣耀的刀疤。医生，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吧，我老公早就讨厌他的原配了，说是人老珠黄，都快40了。然后夸张地捂着嘴，医生，你也快40了，你老公跟你有夫妻生活吗？我瞥了一眼他的一直扣在桌子上的手机，脱下白大褂。梅云烟疑惑，季医生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梅云烟是吧？你是不是录了音啊？我仰坐在椅子上，双手交叉，这回他露出进门以来第一个真情实感的表情，瞪大了眼睛看我。你是不是想录下我打你的音频啊？你可真够低级的。随后上下打量他， KTV 的老鸨子还送你学表演了。梅云烟拍桌子，伸出手指着我，老女人，你说什么呀？你给我嘴巴放干净点。我想到昨天好友调查过来他的资料，只能感慨，就风尘刻在男人骨子里了。我说的不对吗？你很早出来卖，终于找到个好买家了。梅云烟腾的一下站了起来，椅子发出的刺耳的响声。老女人，识相点，趁早给我离婚。我手臂指向门，滚！等他离开。我立刻把离婚协议发给许天琪。许天琪接收消息，但是一直没回。我也不在意了，他能拖，我也能拖，只是不知道梅云烟能不能坚持住。这2天他也很老实，没有起幺蛾子。早上刚进医院，就听到办公室前吵吵闹闹，都是纪寒溪这个黑心医生给我孩子弄得发育迟缓。无良医生。门口挤满了患者还有家属。我扒开人群，梅云烟正抱着孩子卖力地哭。梅云烟，你又发什么疯？她披头散发，抱着孩子撞向我。你陪我儿子。好在宋思义箍住了他，我才没有被撞倒。怎么回事？我皱着眉问护士。护士把我拽到一边，小声说，发现婴儿吮吸母乳没有无力，发育迟缓的症状之一，然后打算赖我。梅云烟疯了一般，就是你嫉妒我，故意给我使坏的。你等着，我老公马上就来。宋思义斥责他说，季医生医术高明，很有职业道德，根本不会做像你说的这种事。下一秒，许天琪怒气冲冲赶来，嘴上喊着，接生医生呢？老公，就是他。梅云烟指着我，我刚要解释，他直接伸腿踹在了我的小肚子，我飞出去半米多。他还不解恨，上来扯我的口罩。我这就让大家看看你这个黑心医生长什么样。口罩被暴力拉扯下，四目相对。许天琪吃惊地瞪大眼睛，脱口而出，老婆，怎么是你？周围人议论纷纷。我捂着小腹，恨意涌现。我们真的完了。许天琪眼神慌乱，张嘴想要解释什么，但是只能无力地抓着我的手，不停地重复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那边的梅云烟凄厉地喊，老公，我肚子的疤痕好像裂开了，我好痛啊。许天琪直接甩开我的手，着急朝他跑去。你没事吧？他没再看我一眼，抱起梅云烟就跑向急救室。梅云烟朝着我露出了得意的微笑，口型无声地说，你输了。我的小腹更痛了，好像流出了什么。宋思义跪在我面前，季医生，坚持一下。他和许天琪朝着2个方向越来越远，再次醒过来，只有宋思义坐在我床边，听到声音，递给我一杯水。我的身体怎么回事？他踟蹰，等你再好一点再说吧。没关系的，我挺得住。他低声说，你的孩子没保住，
我的孩子。我有些迷茫。孩子手不由自主地摸上我的小腹，再次确定。你说我流产了？他点点头。我忍不住笑了出来，越来越癫狂。那个小三有了自己的孩子，而我的孩子被知晓的那一天，也是被亲生父亲送走的那一天。凭什么？季医生，你要哭就哭出来吧。宋思义轻声说，眼睛里全部是心疼。顿时我泪如雨下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他拿纸巾帮我擦泪水。你们在干什么？门口，许天琪怒气冲冲地看着我们。他上来扯住宋思义的衣领，狠狠地挥了一拳。这是我的女人，知不知道？宋思义刚开始毫无防备，嘴角一下子流血了。反应过来，他立刻回击：你的女人是刚才那个，不是季医生。两个人拳拳到肉，房间里的物品全部都洒在了地上。我扯下针管，来不及穿上拖鞋。你们别打了，季医生，别站远点，别伤到你。我早就看他不顺眼了。我急得团团转，赶紧去拉许天琪。他是我同事，你干什么？许天琪用手一推，我倒在了地上。宋思义一下子推开他，你混蛋！他才没了孩子。这一句话让许天琪停下了挥动的拳头。什么？我扶着宋思义的手，强撑着走到他面前，用仅剩的力气一巴掌直接甩在他脸上。我失去了我们的孩子，而你就是杀人凶手。一时之间，房间静得掉一根针都能听到。他露出一个惨笑。季寒溪，你骗我的吧？我气笑了。你给我滚！许天琪蹲下，从地上捡起一份诊断书，缓慢地看完以后，他语气沉重：我真不知道，我会补偿你的。我侧过脸，不需要，把离婚协议书签了吧，我不想再见到你。许天琪固执地抓住我的手，我不会离婚的，我们约定好一起白头偕老的，我会补偿你的。听到他说以前，我再也忍不住了，扯着嗓子喊：你给我滚！他安抚我：好，我现在走，明天再来看你。宋思义把东西归位以后，给我掖了掖背：季医生，我先去忙了，有事给我打电话。我整个人缩进被子里，点点头。接下来的日子，许天琪每天早早来到房间，无论我的脸色多难看，他都是一副好好先生的样子，也不再接梅云烟的电话。来，吃个苹果。他把苹果切成一小块，递给我。以前都是我为他做的。我扭过头，不说话。他轻声说：我不喜欢他，但是一次意外，他有了孩子。意外？许天琪，你不觉得你很可笑吗？许天琪一脸受伤地看着我。寒溪，我真的没骗你，我不喜欢他，但是我想要一个孩子了，他刚好出现了而已。而且他也挺可怜的。我冷冷地看着面前的男人，你心疼他是不是？许天琪愣住了，没想到我这么问。我再次问，是不是心疼他？他犹豫地点点头，还说不喜欢。心疼就是最高级的喜欢啊，只有喜欢一个人才会心疼。我平静地提出，好聚好散吧。可他还是不肯。在我可以出院的那天，许天琪捧着一大束玫瑰花，跪在病房前。老婆，我曾经答应过你，要给你一个隆重的婚礼。举起来的戒指散发着璀璨的光芒，和梅云烟手上的钻戒一模一样。破镜不能重圆。许天琪，太迟了。他刚要说什么，就被一道声音打断了。儿子，快站起来，你也太给他脸了。许天琪惊讶，妈，你怎么来了？他妈用眼神剜了我一眼，埋怨地说，要不是云烟告诉我孩子的事情，你要瞒我到什么时候？他拉着梅云烟的手，坐在了沙发上。你刚生完孩子，可别累倒。云烟叫得多亲密。我这个婆婆看到我从来没有好脸色。梅云烟温柔地说，谢谢阿姨关心，
你这孩子叫什么阿姨？叫妈。我冷眼瞧着这两个人，一声不吭。许天琪一直关注我的神情，看我脸色不好。妈，我准备重新和韩熙办一场婚礼。梅云烟面露委屈，但是许天琪可没有管。儿子，我是不是傻了？你要办婚礼，也应该和云烟办呢。随后像是刚看到我一样，你还好意思重办婚礼？这么些年连个孩子都没有，赶紧离婚。以前我因为他是我爱的人的母亲，即便他再不好，我也是低眉顺眼的。此一时彼一时，我直接拿出离婚协议。现在是你儿子不肯离婚。他面上迟疑，我继续说，不生孩子是因为当年你儿子要丁克，我信了他的鬼话。他现在和一个野鸡媾和，脏透了，是我不要他了。梅云烟刚要发火，看到旁边的许天琪，转变了脸色。他扑到许天琪的怀抱里，老公，我确实出身不好，但是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可是黄花大闺女啊。随后开始小声哭泣，他说我是鸡，太侮辱人了。许天琪脸色铁青，脖子上青筋暴起，把一大捧玫瑰花扇在了我的脸上。季寒溪，你怎么能说出这么粗俗的话？你变了，她是我孩子的母亲，我不允许你侮辱她。玫瑰花上的刺在我的脸上留下了密密麻麻的小疤痕，血珠渗出。你这么喜欢鸡，签字吧。许天琪怒目而视，我也不避让，签就签，你可别后悔。后悔？我最后悔的是选择和他一起。许天琪他妈在旁边阴阳怪气，你都这个年纪了，离婚都没人要，我儿子就不一样了，现在有了儿子和年轻老婆，当年我就不同意你们在一起。我收好离婚协议，直接兑回去。当年许天琪工资入不敷出，我给他生活费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不同意？许天琪刚毕业的时候，工资没有我的高，他妈总说工作了就要回报父母了。我父母觉得我刚毕业，工资肯定不够花，也会每个月给我5000块补助。就这样，许天琪的工资给完他妈以后，连饭都吃不起，全靠我的支持。许天琪最不想提起的就是这一段。我有钱了，不是回报给你了吗？你怎么这么跟我妈说话？没有我，靠你的工资，你能住上别墅，你能开豪车？没等我说话，身后传来声音：季医生这么优秀，没有你也会过得更好的。又是你！许天琪咬牙切齿地说。宋思义站到我身边，拿出纸巾敷在我的脸上，等会儿要处理一下，你别动我老婆。许天琪准备上前扯开宋思义，但是被梅云烟死死抱住了手臂。老公，季医生也有了自己的感情归宿，这不是挺好的吗？随后嘲讽地说，你还好意思说我？谁知道你们是不是早就在一起了？宋思义玩味一笑，你说错了，季医生可不像你这么不道德，现在是我追求他。随后他拿出一枚戒指，季医生，既然你已经离婚了，考虑考虑我吧。许天琪双眼赤红，还想打人，好在被他妈拉住了。儿子，咱们走，你现在的老婆是云烟，季寒溪说不定早就和这个小子勾搭上了，给你戴了一顶绿帽子。许天琪愤恨地盯着我们，对我放出一句狠话：季寒溪，有你后悔的时候。这句话也送给你。房间里终于清静了，谢谢你替我出头。宋思义3番5次替我出头，真的很感激。别人看到这种感情上的事，躲还来不及呢。我是认真的。宋思义没有了刚才的吊儿郎当，眼神中透露着认真。你快别逗我了，这戒指快收起来吧。我只能装作看不懂，当作是开玩笑。他也笑了起来。我刚才演得像不像？我点点头，像。随即他带我处理一下脸上的伤口，
应该不会留疤痕。我故作轻松地说：“没事，现在姐有钱，有疤痕也不在意。”关于财产的划分，我拿到了许天琪持有的1半股份，现金500万，房子2套，商铺3套。看来这一桩失败的10年婚姻也不算是毫无长处。那以后就跟着季医生混了。宋思义开着玩笑说。老同学们知道我离婚的消息，纷纷唏嘘。有一天，大学室友找到我，他脸色凝重：“你手上有许天琪公司的股份吗？”我也紧张了起来。怎么了？据小道消息说，他们公司的疫苗有问题，现在只有一小部分的人知道。我思来想去，趁着没有爆出来，悄悄地把股票分批抛出去，套现。卖完的时候，业内开始有风声了。我庆幸自己抛得快，看着户头上的余额，心中畅怀。失去了爱情，得到了金钱，也是人生中的幸事呢。季医生，领导找你。护士敲门，看着领导脸色，我猜测不到发生什么事。领导找我什么事？你进医院日子虽然不长，但是一直兢兢业业。我一听这开头，心中已经有了不祥的预感。有人举报你，说是医疗不当，伤害了孩子。我怒从中来。梅云烟，我离婚了，还来纠缠我？这样，你先停职一段时间，我们会调查的。我没有多说什么，点点头离开。休假的第1天，本来想睡懒觉，但是被电话铃声吵醒了。季医生，你怎么没来上班呢？是宋思义。听我说了来龙去脉，他紧张地说：“你不要忧虑，医院这边我会帮你盯着的，没事。这份工作我也干够了。”下午的时候，宋思义给我转发了一个视频，我点开，居然是梅云烟。一看粉丝数10万呢。我查看了他发布的帖子，还有 vlog， 无非就是在晒车子、房子哦，还写了他和许天琪的爱情。不过最火的还是最新的 vlog， 标题是老公前妻在剖腹产时候故意使坏。我皱眉，这是在说我？打开视频，他眼圈红红的，开始哭诉。我生孩子的剖腹产医生居然是我老公的前妻。本以为他不会对孩子下手，但是现在我家孩子发育不良，肯定是他搞的鬼。这个视频的浏览量特别高，甚至上了该软件的热搜。评论区说什么的都有，再怎么样也不能对孩子使坏，前妻就没有好东西。我皱着眉往下翻，舒心了，还是有正常人的。孩子发育迟缓跟母体有关系的，怎么能怪医生？就是，而且前妻干嘛针对你呀？有证据吗？梅云烟视频里爆了一点关于我的信息，很快就有人扒出我的社交账号，我直接把私信关闭，给许天琪打去了电话。他声音透露着疲惫，但是一听是我，惊喜道：“老婆，你给我打电话什么事？”我纠正他：“许天琪，我们离婚了。你老婆在网上发布不实消息，还向医院举报我，已经影响我生活了。你最好管一下，不然我就用我的方式处理了。”许天琪无奈地说：“他也是为了孩子才这样的，在一起这么多年，我太知道他每句话的意思了。”反问他：“你也觉得你家孩子发育迟缓跟我有关系？”回应我的是沉默，答案不言而喻。宋思义打电话询问，用不用找水军公司回击一下？等我消息吧，我要等医院给我一个公正的调查结果，然后再解决梅云烟。因为这件事舆论很大，关系到医院的形象，医院用最快的时间公布了调查结果。经调查，季寒溪医生的处理方式没有问题，还科普了孩子发育迟缓的原因。梅云烟自然不满意这个结果，还在哭诉。他的粉丝也信他，在评论区对我各种污言秽语。在网上，他是温柔、富有、
可怜的家庭主妇，而我是年老色衰、心机狠毒的下堂妻。连许天琪抛妻的行为，在他的评论区都是合理的行为。梅云烟，你不是很享受你现在的人设吗？那我就一点一点揭露你吧。我直接把查到的真相发给水军公司，花钱了，办事效率就很高。他的评论区已经开始有粘贴复制的了，而且网上多了很多的爆料人，也是一个人做过什么都会有痕迹。我认识她，风尘女子，后来做了好多整容修复手术，掉了一个凯子，人家有原配的，还是个医生呢。他跟我们说要抢过来，我冷笑着看着评论，估计是以前的同事吧。网友最喜欢这种人设崩塌的反转，白富美温柔人设全是假的，实际是个庸俗不堪的小三。尤其是他的粉丝脱粉回踩，粉丝数掉下了5万。梅云烟开直播想要挽回，直接被骂到下播。我正欣赏好戏呢，许天琪打来了电话，是你吧？季寒曦，你也太恶毒了，居然找人爆料。那边还传来梅云烟的轻声哭泣，他怎么这么坏呀？我心情大好，是我怎么样？我不是告诉你了吗？让你管管他，你又不听。许天琪一顿，随后开始指责我，那你做的也太过分了。云烟已经抑郁症了，他抑郁症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自作孽不可活。说完我直接挂掉，懒得听。有的人就是这样，自己从来都没有错，错的都是别人。许天琪，你现在还有心情管这件事呢？马上你也会有报应的。宋思义请了假，找我一起出海边散心。我本来是要包全程消费的，毕竟一个实习医生也没有多少钱。直到他带我来到一艘船上，从容的好像是他的。我后知后觉地问：“这是你的船？”他摇摇头：“不是，是我爸爸的。你小子还是隐藏富二代呢。”他教我开船，我们一起在船上谈天说地。我感受到了许久没有过的轻松。等到回到岸边，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：“喂，请问你是？”“是我。”这道声音焦急，“是许天琪。”我把他电话号码拉黑了。“哦，是你呀。”然后下一秒，我也把这个电话拉黑。他找我什么事？我现在是完全不关心。宋思义送我回家的时候，车子开近，才发现许天琪站在花坛处。见我下车，他急匆匆跑来，胡子拉碴的，衣服也不再如同往日一样笔挺合身。这回我遇到大麻烦了，疫苗问题被爆了。我点点头，准备上楼，许天琪却拦着我，不让我走。“许天琪，放开他！”宋思义挡在我身前，“跟你有什么关系？”许天琪神色不耐烦：“他是我男朋友，当然有关系。”两个人都愣住了。宋思义眼角带笑，许天琪阴沉沉地盯着我们：“你们果然有一腿。当初分给你财产是补偿你的，但是没想到你和这小子有一腿，是不是早给我戴了绿帽子啊？你这个贱人！现在你把钱还给我，我就不追究了。”我听着都觉得好笑。“许天琪，你是不是被那个野鸡熏陶，脑子坏掉了？你公司出事，我只会鼓掌拍手，怎么可能把钱还给你？”许天琪目眦欲裂，冲过来要打我。好在宋思义一早防备，给他一个抱摔。之后好久，我都没再见过许天琪。在我准备出国深造的时候，许天琪公司股份已经跌低了，他本人更是被抓走调查了。而他和梅云烟的关系早就被知情人发到了网上。梅云烟在网上已经成了人人喊打的小三。在我离开之前，他还找到了我这里，他恶狠狠地盯着我：“你是不是早知道许天琪公司有问题？”我懒得和他纠缠，不要再找我了，不然我报警。他怀中的孩子开始哇哇哭，也不管，还是执拗地问：“
最后我让保安给他送走。宋思义知道我准备出国深造后，准备辞职跟我一起出去。你不用为了我这样，我这不是怕你跑了吗？哈哈，开玩笑。我也是觉得自己应该再继续学习。有了他的陪伴，我对接下来的学习生活充满了期待。他帮助我练口语，还会做好吃的菜。渐渐的，我都快忘记以前了。共友联系我的时候，我都恍惚了。许天琪真是太惨了。共友嘴上说着惨，但是语气全是幸灾乐祸。公司虽然不行了，但是这么多年，好歹有家底啊。我点点头，确实，这么多年累积的财富也够他下半辈子安逸生活了。结果他那个小三把财产卷跑了。我吃惊过后大笑了起来，为自己没有亲眼看到他落魄下场而遗憾。那个孩子带走了吗？共有鄙夷地说，那种女人怎么可能带孩子？孩子扔给许天琪他妈了。听完之后，当天晚上多吃了2碗饭。宋思义一边揉着我的肚子，一边说，让你贪吃，现在不舒服了吧？3年后，我们2个人带着孩子回国。孩子是意外来的。我本来很担心宋思义的反应，他那么年轻，还不到27岁，会要吗？不过他要是不要，我也会自己抚养。好在这次我赌对了。回国以后，朋友们给我接风洗尘。我订了个蛋糕，等会到。当年的班长说，在一众人推杯换盏之际，许天琪推门进来。谁订的蛋糕？大家面面相觑，还是班长打破尴尬。天琪呀，坐下来一起吃啊，正好欢迎季医生学成归国。许天琪盯着我，我只当看不到。不用了，我妈还在外边等着我呢。说完他落荒而逃。他妈老年痴呆了，总是走丢。曾经的徐总，现在送外卖。这人生啊，谁让他出轨那个小三了？快别说了，季医生在呢。再次知道梅云烟的消息，还是在社会新闻上。他不断地找富豪，最终被原配找人勒死，放冷冻柜里了。民警排查，偶然间发现的。当年他做小三的事情，也是被扒了出来。纷纷骂他活该，这就是破坏别人家庭的下场。季医生，又有病人了。护士催促道。好，这就来。关掉新闻，我抛除杂念，投入工作。日子忙忙碌碌，但是每天都很充实。有热爱的工作，还有热爱的家人，足矣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《真情人间》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